此外，澳大利亚新任国防部长达顿近日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也公然炒作台湾议题。他声称，因台湾问题与中国大陆产生冲突的可能性不应被低估。而澳大利亚国家安全高官佩祖罗随后则放出狂言，战鼓已经敲响，澳大利亚需要做好准备，再次派士兵参战。不过，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周四就否认了澳方谈论战争的鼓声越来越大的说法。据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报道，莫里森当天接受澳洲媒体的访问，被问到澳洲是否会支持台湾。莫里森称，澳洲一直在世界这一地区捍卫自由，并履行该国在印太地区的安排，以及与美国结盟时的承诺。莫里森还称，澳大利亚将继续遵循“一国两制”政策。英国《卫报》称，莫里森似乎想说的是一个中国政策。外界注意到，近期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高官密集对台海问题发声，与民进党当局的不断拱火有关。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周四头版头条刊登了对台外事部门主管吴钊燮的专访。吴钊燮在采访中大肆攻击大陆，声称大陆日益加强针对台湾的所谓军事威胁，似乎是在准备向台湾发动最后攻击。吴钊燮还鼓噪称，台湾正为大陆的最终攻击做准备，并呼吁莫里森政府为台湾提供支持。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周五答记者问时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改变的铁的事实。吴钊燮之流公然散布台独言论，企图靠本末倒置、编织谎言来欺骗愚弄岛内民众，误导国际社会。朱凤莲强调，台独是绝路，我们有决心、有能力挫败一切台独分裂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维护两岸同胞共同利益，绝不为各种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空间。一切出卖民族利益、分裂中国的台独分子，终将被历史审判和清算。好，相关的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你好。那么有所谓美国专家警告称，在美国限制中国大陆芯片进口以及全球芯片供应吃紧之际，中国大陆将会武统台湾，以获得所需要的芯片。那您怎么来看待这种言论呢？我认为得出这样一个危言耸听结论的所谓美国专家，不是脑残智商不够用了，就是心残居心叵测，别有用心。中国大陆绝对不可能因为想得到台积电而去武力攻打台湾，甚至连这样的想法都不可能会产生。这背后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芯片设计技术、制造芯片的机器以及相关原材料完全掌握在美国手上，台积电仅仅是个高级一点的代工的，也不仅仅是因为台海战争爆发，台湾守不住了的时候，美国一颗炸弹就可以毁掉台积电的工厂，让中国大陆得不到。更为关心的是，即使中国大陆通过武力的方式得到了台积电的工厂，也没有用。因为工厂是死的，制造芯片的技术完全掌握在台湾的那些工程师手上，只要那些工程师不肯配合，你也没辙。除此之外，稍微有点常识与理性的、有点现代文明意识的人都知道，自从二战结束之后，整个世界的运行规则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野蛮迈向了文明。在野蛮时代，是丛林规则在主导一切。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想要得到别人的资源，几乎都是通过战争的手段来达到目的，甚至可以通过战争的手段把其他地方的人才变成自己服务的奴隶。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新时代，几乎所有的资源配置，包括人才，都可以通过市场交易的方式用钱去解决。也就是说，既然中国大陆可以通过高薪的方式聘请台湾制造芯片的人才，为什么要通过代价高的惊人、风险无法控制的战争方式去解决？还有那些屡屡叫嚣中国大陆将会在最近数年内武统台湾的美国人，同样面临的也是不是脑残就是心残的问题。我反复说过，不到万不得已，也就是不到台湾公开宣布独立的地步，中国大陆是不会轻易用武力去解决台湾问题的。因为《孙子兵法》说过，攻城为下，攻心为上。中国大陆解决台湾问题最好的出路其实就是攻心，让台湾人心甘情愿地跟大陆统一。而大陆能够收获台湾人心的前提就是把自己发展好，使得我们不仅在经济上能够对台湾产生磁吸效应，而且能够在政治、文化、社会、民生与生活方式上对台湾人产生磁吸效应。这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说过的两岸心灵契合。
而且这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好事情，不仅大陆自身得到了完善与发展，还顺带解决了台湾问题。相反，一味的用武力去解决台湾问题，不仅台湾会遭到重创，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成果也有可能毁于一旦。而且我们还将面临着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军事介入这个不可控的风险。所以我希望那些唯恐台海不乱的美国人不要再造谣了，中国大陆的老百姓也不要跟着瞎起哄了。那么对于7大工业国集团外长会议发表联合声明，公然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世界卫生组织论坛及世卫大会一事，您又怎么来看呢？这的确是一个值得中国大陆高度关注的现象。我们知道，在鼓动台湾加入世卫与出席世卫大会上，过去是只有美国一个国家跳在前台，而现在这是一个帮派组织7国集团站出来了，而且是以会议公报这样一种非常正式的方式。值得注意的是，以美国为首的7大工业集团鼓动这件事情的理由是，要让所谓的民主的台湾在世卫大会上分享防御抗疫的经验。我认为这恰恰就说明7国集团鼓动台湾加入世卫的动机绝对不单纯，背后隐藏着东西方意识形态冷战思维，暗含着东西两种政治制度、两种意识形态、2套价值观念的博弈。因为在这次防御抗疫过程中，中国被很多人公认为成功的典范，美国这是失败的典型。有人甚至认为，这背后显示出的是中国的举国体制胜过了美国的分权制衡体制，是东方的集体主义胜过了西方的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也就是说，继2008年的美国金融海啸之后，在这次新冠疫情中，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之争再度浮上了台面。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跟大陆经济与人员交往异常密切，但成功地控制住了疫情，同时又跟美国实行同样社会制度、认同同样价值观念的台湾，就被7国集团树为了防御抗疫成功的典范。7国力挺台湾出席今年世卫大会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让蔡英文当局有机会大讲特讲台湾抗疫成功的故事，从而给整个西方社会、给华盛顿共识注入一剂强心针，即实行西方选举政治制度的台湾也能够成功战胜疫情。除此之外，我们知道，早在马英九执政时期，台湾就以中华台北名义，以观察员身份连续8年出席过世卫大会。因为当时的马英九是承认9·2共识，并且获得了北京认可的，而7国集团这是要蔡英文当局不承认9·2共识，以及北京反对的情况下支持台湾加入世卫。这就不仅仅是要帮助台湾拓展所谓的国际空间了，更是在鼓励两岸分离，鼓励蔡英文当局搞台独了。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台湾卫生部门负责人陈时中才会说，台湾今年接到世卫大会邀请函的可能性比以往都要大。我觉得陈时中可能过于乐观过头了。要知道，世卫组织有194个成员国，其中2/3左右是跟中国大陆友好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即使7国集团甚至是所有的西方国家都支持台湾出席世卫，这件事情也不一定能够通得过。因为这场博弈的真正本质其实是中美2个大国在较量，在扳手腕。另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这次7国集团外长会议公报中还提到，我们重视台湾海峡和平及稳定的重要性，强烈反对任何可能升高紧张情势、伤害区域稳定的片面行动。这个也就意味着，既把日本拉下台海局势的浑水，在美日领导人联合声明中公然介入台湾的问题之后，美国又成功的鼓动7国集团共同介入台海局势了。而且尤其让人感到愤慨的是，7国集团这个公报在涉及台湾问题上的措辞，显然要比美日领导人联合声明更加严厉、更为激进。这就势必会对接下来台海局势产生非常负面与非常深远的影响。好的，非常感谢刘先生在线来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